王大人，这件事情关乎着大宋的根基，我们两个还是好好的想想吧。金军哥哥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开封府啊？他们想进哪儿都可以。金军哥哥，你帮帮忙，想想办法呗。没有办法。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保长，你知道你又干了什么？捅了马蜂窝。知道你还捅？你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吗？他们去调兵遣将。明天一早，开封城又将被围个水泄不通。怎么回事？啊，是我私闯府衙，就被他们给押进来了。你们出去吧。是。玉柔，出了什么事情？李夫人丢了。丢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她自己偷跑了。我找遍了整个开封城都没找到她。大声点儿！什么丢了？你知道太后找我做什么吗？太后和我掏心窝子，说这些年对朕的不好，正是对朕的好。她把所有盯着朕身上的眼睛吸引到她身上，朕才能活到今天。皇上，您觉得呢？朕确实活到了今天，虽然活得胆颤心惊，他又何尝不是呢？现在想想，他也挺可怜的。皇上，您动摇了。皇上，
离了宫的箭射向靶心，无法回头了。这些年，他对朕也是有恩的。皇上，您已经破釜沉舟，压上了您的全部，您没有了别的选择，只能赢。不是朕，是你，是陈公公，是你们只能赢。朕打从记事开始，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好好活着，别的朕都不在乎。说什么朕生来就是一个天子，朕不是，这就是一颗棋子，被人摆布的棋子。这盘棋我们赢不了，我把真相已经告诉太后了。皇上，臣要带您见一个人。宫外传来消息，在下王大人家里今晚议场，很多大臣都慌慌张张地去了王大人府上，像是要商议什么事情。啊，还有，枢密使张大人那儿的眼线也传来消息，说张大人府上也是人来人往，慌慌张张。恐怕李夫人自己跑进宫里去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只能顺其自然了。乱上加乱，现在宫里一定乱成了一锅粥。
明天朝廷更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。保长，老夫要是你，现在就跑，跑得远远的，免得被人杀了。你不死，事情就没法平息。对，你就听我爹的，你现在就跑。尹大人，我要跑了，谁来帮您把枷锁打开？对，你是不能跑，你不把真相大白，我还真成了替罪羊了。爹，您大不了跟包拯一起跑呗。不，那我还真成了畏罪潜逃了。咱们家老老少少怎么办？啊，咱们家的产业怎么办？我不管，总之我不能让包拯丢了性命。我们因为做错事，为什么要跑？尹大人，您先回牢里歇息，我跟雨柔姑娘还有话要说。什么事啊？还要背着老夫？快说！哎呀，爹，有些话不适合您听吧？回去休息。回去休息啊。你要单独跟我说什么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李夫人的事情。哦，原来你要说这个。蓉儿，什么事情说吧。蓉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梧桐小筑的火，明月小筑的火，是蓉儿和皇上放的。什么？蓉儿，这事情可开不得半点玩笑。蓉儿不敢开玩笑。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说？哀家和夏统领答应了暗中帮助皇上，你却防着，不信任我们。越少人知道，成功的几率就越大。还望太妃娘娘、夏统领原谅。你事先不和我们说，是怕我们不答应。现在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了，这是逼着我们答应啊！事先没有告诉你们，是因为怕你们会受到牵连。万一事情败露，在宫里连一个帮皇上的人都没有了。可你们已经连累了我，我差点被你爹杀了。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。夏统领，蓉儿给您赔罪了。你想要我们怎么做？皇上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。夏统领，成败都在明日。事情成了，您就是功臣，皇上会感激你们的。开玩笑！本将只有1万禁军，你爹有10万精兵住在城外。夏统领，请放心，我爹那里，我来解决。太妃娘娘，夏统领，你们帮助皇上，就是在帮助你们自己。其实，我能认识李夫人，跟你有关系。跟我有关系？没错。那年我跟你去了泸州，嫂嫂不喜欢我，我就不辞而别了。我在回京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歹人。你这个歹人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歹人，给我站住！出来！出来！开门！开门！老夫人，帮我把那个歹人给我叫出来。大
人，没有歹人，只有一个傻人。傻人？您是说他？姑娘，我儿子冒犯你了？他是个傻子，别和他计较。姑娘，这个女人啊，也是我那个傻儿子不知道从哪儿背回来的。哎呀，一个傻子什么都不懂，只会冲他笑。家里哪还有什么多余的粮食给他吃啊？哎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李夫人。后来那天，我花了好大的力气，才说服她跟我一起回京城的。回到京城以后，我就把整个天宇楼给买了下来。不愿意留下的姑娘呢，我就发给他们银子，打发他们走；愿意留下来的姑娘呢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再做这种下贱的事情了。我教他们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我把整个天宇楼变成了一个文人雅士、吟诗作赋的地方。哎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李夫人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地流眼泪，我就问她到底有什么伤心事儿。她说那天是她儿子的生日。我一再追问下，她才告诉我她的身世。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这不，就派人带着她去端县找你去了。夏统领，张公子，马已经备好了，请。将军，我们不可能从这儿赶到这儿。那咱们的援兵呢？啊，他们在这儿。恐怕我们的时间不充裕啊。是，时间太紧。主人，二公子回来了。你们先退下。是。叫他进来。是。你终于肯回家了，我还以为你这辈子再也不会踏入这个家门了。我今晚要是不回来，这个家以后恐怕就无门可踏了。什么意思？宫里的2把火，是我和皇上放的。我已经知道了。这把火要是烧到宫外，首先烧到的就是咱们家。敢！我倒想看看，谁有这么大胆子。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放火吗？你们是想玩火自焚？可这把火烧到现在，烧的是你、王延龄、太后。你们的联盟被这2把火彻底的烧掉了。放火的主意谁出的？您的儿子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们长大了，游戏就该重新洗牌。没有本钱的人就该出局，让我们加入。2个刚钻出蛋壳，羽毛还没长一根，就想跟我们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，自不量力。等到我们翅膀长硬了再玩，那时候就是你们自不量力。放肆！明天就是太后给包拯的最后期限，包拯一定会把真相大白于天下，而到时候朝廷一定会炸开了锅。那又怎样？皇上和太后之间，您只能选一个。爹，当初您亲手送儿子进宫，做了人质。这次，您不会又亲手将儿子我再丢进锅里吧？
你是在逼我吗？宰相王大人，枢密使张大人进宫。夏将军，我要带这两个东西一同进宫。张大人，请便。打开宫门，把这个败类带进宫。两位大人，昨天晚上皇上来找哀家，说宫里失火的事情不要再查了。哀家问皇上为什么，你们猜皇上怎么说？皇上说天干物燥，宫里走水是常有的事情，劳师动众、大张旗鼓地查下去，万一被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抓住机会造谣生事，到时候只怕会平添一些冤案。哀家仔细一想，觉得皇上说的有道理。赵太后的意思，老臣的孙女就白白死去了。王大人，那你的意思是？太后之前派包拯查案，应该听听包拯怎么说。且慢，把他们给我押上来。跪下！禀太后，后宫起火那晚，有2个人勾结王守忠私自闯入皇宫，企图放火。这2个人就是臣的儿子张子雍和家奴张东，请太后、皇上治罪。张大人，你是说火是他们2个人放的？火不是我们放的，皇上是我们救的。包拯，他说的是真话吗？太后，火不是他们放的，皇上的确是他们2个救的。押进来。那天晚上，张子雍跟张东勾结禁军副统领王守忠，擅入皇宫准备放火。但是当他们2个刚到，明月小筑的火却已经烧起来了。他们阴差阳错救了皇上。陈公公，是我。禁军侍卫都在你手上了。夏怀敏还算是聪明，给自己留了条后路。这么说，
成败都在今天了。蓉儿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的这条命永远和皇上捆在一起。你帮他，就等于是在帮你自己。好了，咱们该上路了。太后，宫廷火案的真相，臣查出的就是这些。太后娘娘饶命！臣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张子雍出的主意，他说了，出了事有他爹张德林担着。王大人，他们只是想陷害您呢。闭嘴！哀家刚才说了，不再追究失火的事情，就是害怕像你这样的疯狗乱咬人。来人啊，给我拖出去斩了！太后娘娘饶命！臣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太后，太后！包拯，哀家问你什么，你就答什么，其他的都不用说。我问你，他们两个到底放火了没有？没有。救下皇上的神秘人，是他们两个吗？是。好，失火一事水落石出，他们二人擅闯皇宫有罪，救驾有功，功过相抵，杀一个，赦一个。两位大人觉得呢？不行，要杀一起杀，要活一起活。闭嘴！私闯皇宫是死罪。那我想问你们，放火烧皇宫的人，该什么罪？老臣的孙女，不能这么无辜的白白死去。陈林放火烧了梧桐小筑，杀无赦。拿一个快死的人来搪塞老臣，火即使是陈林烧的，也是替人背锅。王大人，您说清楚了，陈林替谁背锅？把那快死的人叫来一问便知嘛。来人，把陈林给我抬过来。太后，陈林公公就在门外。那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蓉儿，这里什么地方？你怎么带着兵器进来了？朕封他为带刀侍卫，兼任禁军副统领。太后，王大人，张大人，刚才你们说的话，老奴才在外面都听见了。放火是老奴才的主意。老奴才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至于为什么，老奴才就不跟你们解释了。王大人，梧桐小筑的火是老奴才亲手放的，可惜灵儿姑娘没有逃出来。灵儿姑娘还是个孩子，不该呀！您不该把她送到宫里来。自古以来，宫里有几个女人是有好结果的？要说凶手，你是头一个。老奴才的命抵不了灵儿姑娘的命。到了那边以后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她，不再让她受半点苦。
张大人，您有好眼光，蓉儿有好眼界，恭喜您有一个比您看得更远的好儿子。太后，还记得老奴才跟您说什么吗？有人就要长大了，将来永远是年轻人的，谁也挡不住。闭嘴！皇上，老奴才走不动了。老奴才只能陪您到这儿了。接下去的路，您得自己走。老奴才到了先帝那儿，等您的好消息。死了也不能便宜他。哀家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火案真相已经大白，真凶浮出水面。皇上年少不更事，受到陈琳这个狗奴才的蛊惑，这错不在皇上。这件事情发生在哀家的眼皮子底下，哀家却毫无察觉，错在哀家。哀家就不应该让陈琳这个狗奴才活到今天。此时此刻，朝廷百官已经集成了热锅上的蚂蚁，哀家正愁着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解释。
这下好了，陈琳勾结禁军副统领王守忠、大内总管郭淮，火烧皇上，蓄意谋反。包拯，哀家觉得你可以把火案的真相昭告于天下，稳定人心。哼，包拯，你查案有功，皇上会重重的赏你。太后，这不是真相。皇上，你昨天晚上是怎么跟娘说的？太后，朕昨晚见到朕的亲娘了。这些年她很苦，靠着装疯卖傻才活下来。她在哪儿？宫里。这些年您为朕费尽了心机。昨晚您说累了想歇息，想躲在朕的身后。如今朕长大了，不必劳烦您费心。从现在开始，朕要站在前面。你能为哀家撑起一片阴凉，哀家自然是求之不得。可是归正的事情，哀家一个人说了不算。张大人，
王大人，想必两位大人早就想好了，等着哀家来说。自古都说，女人头发长，心眼儿短，哀家就不相信。朝堂自古就是赌场，赌场只有赌徒，没有男女之分，愿赌服输，输光了本钱，你才发现自己是个女人。如果你赢了呢？张大人，皇上，这是大宋的玉玺，哀家答应过先皇，要亲手把它交到你的手上，哀家做到了。两位大人，哀家输了，哀家出局。可是，大宋的江山还在赵家的手里，哀家赢了。皇上，哀家完璧归赵。赵家的江山不能输在你的手上。哀家累了。要去歇息了。皇宫火案，皇上打算如何向天下解释？实话实说，私闯进宫者又如何处置？功过相抵，不再追究。不错，皇上，王大人无辜失去了孙女，本将却毫发无损，这恐怕无法让王大人满意。本将的儿子私自带人闯入皇宫，企图放火，虽然救了皇上，但功不足以抵过，应该关进大牢惩处。
承运皇帝诏曰：朕奉先帝之命，续承祖业，少不更事。先帝立下遗诏，军国重事全取皇太后处分。12年来，皇太后为国事，海内蒙羞，忧劳爽和，故朕归政，理天下事。钦此。你是人是鬼？主子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您老了。你没有死，你当年是庄凤，你的亲生骨肉现在成了皇上。30年河东，40年河西，当年的小丫鬟终于熬成主子了。你打算怎么处置哀家？如果不是当年进宫给主子做丫鬟，奴婢这一辈子也不会怀上龙胎，生下龙子。这些年，一儿更是躲到您的影子里，才能活到今天。奴婢是来谢谢主子的。主子，这些年奴婢有件事儿一直想问您：如果当年不是奴婢装疯卖傻，您能让奴婢活到今天吗？说真心话。那奴婢也告诉您一句真心话：自打奴婢装疯卖傻的那一刻起，心里就暗自发誓，今生一定要活得比您长。马上，你就要如愿以偿了。本打算来教教主子如何装疯卖傻，现在看来，恐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，真可惜呀。不说了，主子也该休息了。对了，我是不会住在皇宫里的，也不会让人叫我太后。太后这2个字，永远都是您的。少爷，老爷来了。不见。老爷。少爷。爹，您跑到大牢里看羊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们的事情收不了场，把我们俩当成替罪羊。你觉得冤是吗？不冤，窝囊，稀里糊涂的给你们垫了背。把你关进大牢是我的主意，这是你做荒唐事的代价。我要不做荒唐事，你们的荒唐事照样发生。那姓赵的放火，不但会烧死自己，还得搭上姐姐的命，到时你们更收不了场。凭什么他做了皇上，我们俩蹲大牢，不公平？哼，公平？你要不是我枢密使的儿子，你现在坐的不是大牢，是鬼。王守忠，
正在阴曹地府里喊冤呢。你要去找他吗？同样是做荒唐事，有人做主子，有人做大牢，有人就得做鬼。天下的事情就是这么荒唐。知道你爹这么多年争来争去争的是什么吗？下诏书，向天下百姓认错。包大人，当初你也曾上书谏言，让太后归正于皇上，是吗？是。皇上放火也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有何错？目的没错，但手段错了。皇上不该触犯律法。你们上书谏言，手段正确，可结果又如何呢？范大人被贬崖州，如果不是这把火，包大人恐怕你现在也在崖州与他作伴吧。皇上依旧是个摆设，皇权怎么能收得回来？用有违律法的手段拿回的权利，以后拿什么治天下？现在唯有皇上下诏书，向天下百姓认错，才能还回我朝律法的威严。朕乃一国之君，该有君主的威严。没了君主的威严，朕如何治理天下？律法之前，人人平等。皇上知罪认错，才能得到天下百姓的尊敬爱戴。朕知罪认错也不平等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才平等。庶民火烧皇宫，那诛九族的死罪，将朕杀无赦才平等。包拯，你谏言朕是大功于天下，朕不责怪你，但朕不会认错，更不会谢罪己诏。包爱卿，让你失望了吧？你走吧。皇上，臣告辞。等等。这是欠条，你收好。包拯，你刚正不阿，朝廷正是用人之际，朕要好好重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包拯，本官今天要请你吃酒。第一，恭喜老夫摘掉枷锁；第二，恭喜你要升官了。皇上亲政，你是有功之人。听说皇上今天召你进宫了，准备封你做个什么官啊？哦，不会太小，肯定不会比本官大。哦，对了。中书侍郎刘峰今年75岁了，是时候告老还乡了。恭喜你啊，包拯！请。尹大人，您猜错了，
那是什么官？这是什么？奏书？你要谏言皇上？第一份奏折已经在皇上那里了，这是学生刚刚写的。只要皇上不认错，学生就不听得上奏。胡闹！你想干什么？想让皇上做个人民之君，让朝廷权贵不再贪赃枉法，让天下百姓都能过公平的日子。你只会让皇上记恨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，写2个字就能改变天下？自不量力，幼稚！哼，行了，这个酒啊，我是不能跟你吃了，免得老夫又说不清，受你牵连。哎，保长，你口口声声律法治天下，你家的规矩治你爹吗？啊，我听说你刚出生的时候差点喂了老虎，你爹跟你认错了吗？笑话！哦，你口口声声律法面前人人平等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庶民火烧皇宫，杀无赦，那皇上写个诏书认个错，就算是平等了？哼！本官奉劝你一句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欲速则不达。不行，凭什么让本官走？这是本官的府衙，要走也是你走。哼，火案已经破了，这府衙也该归还本官了。尹大人，您说对了，皇上是要重用学生。您说学生是干还是不干？真的？嗯，干呐！为什么不干？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哪有不接的道理呀？哎，皇上，到底要封你做个什么官啊？开封府尹。什么？相爷，您已经在这儿坐半晌了，该回去了。你说，人老了最悲哀的事情是什么？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你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人被人害死了，你却不知道是谁害的。莲儿，爷爷说过要给你报仇，可是爷爷却食言了。莲儿，你告诉爷爷是谁害死的你？你告诉爷爷。爷爷拼着老命，拼了我这老命，我要杀了他，我杀了他！叶儿，我想明天出宫了。去哪儿？回戏班子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早就该出宫了呀。朕不让你出宫，朕让你待在这里，朕要天天见到你。
现在没人能让我们分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走？难道你不想跟朕待在一起吗？这里不属于我，这里属于你，这里属于我们。我要让你在这儿，当这里的女主人。伊儿，这里要真正属于你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伊儿，大婚的事，你已经在朝堂上，当着百官的面做了选择，也承诺了张美人，不能出尔反尔。那是逼不得已。君无戏言，不论因为什么，说了就要一言九鼎。还记得我爷爷说过的话吗？一个好皇上，不能先想着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要做天下百姓喜欢的事。一个好皇上，说了就要做到，说了不做，就会失信于天下，百姓也会失望的。伊儿，儿女情长，不是一个天子首要做的事情。我舍不得你离开。皇上如果想周儿了，就召周儿进宫。周儿还是以前的周儿。我不能让你回戏班，那里太危险了。蓉儿，皇上，带周儿出宫，到时候完璧归赵。你要说到做到。是。皇上，太医差人来报，太后病情不详。哀家的这盏灯就要熄了，皇上要是有耐心，再多等上几天，也就皆大欢喜了，一切都圆满。真是可惜啊，哀家不怨皇上。皇上也不要怨哀家。赵家的江山传下去，就靠你了。哥哥，我能不去？不能。你要记住，你一个人在宫里，顶我10万精兵。进宫之后，你要讨皇上欢心，成为皇后。
妹妹只有15岁，是哥哥把一个正在街头卖艺的傻丫头变成了这个世上最幸福的女人，天天做着一个女人能做的最美的梦。兔子吃草，老虎吃肉，书生饮茶，将军喝酒。这是哥哥最爱说的话。伺候哥哥饮酒，是妹妹最爱做的事情，因为哥哥酒吃得越欢，爱妹妹就越尽兴。哥哥给了妹妹一个美梦，却亲手将它打碎。有一天，哥哥回来，告诉妹妹，说要让妹妹进宫去伺候另外一个男人。妹妹哭着哀求哥哥，求哥哥不要送妹妹走。哥哥说，我一人入宫，抵得上你的10万金兵，要我讨得皇上的欢心，诞下龙子做皇后。妹妹什么都不愿意做，只愿意做哥哥的女人。妹妹没有力气了，哥哥能不能像以前一样抱抱妹妹？妹妹还要告诉哥哥一个秘密。妹妹这一辈子只有一个男人，那就是哥哥。贤弟，他早就知道哥哥的意图，从没有宠幸过妹妹。他宁可宠幸妹妹身边的一个丫鬟。妹妹只做哥哥的女人。一场离奇大火，烧出几多荒唐故事。有人坐了牢，有人做了鬼，有人做了无辜冤魂，有人做了母仪天下的皇后，而我被烧进了开封府，做了府尹。3年后，皇上兑现了承诺，与张美人完婚。大婚之日降至，大赦天下。
张公子，你可以走了。大赦这种小事儿，也要包大人亲自来办吗？凡是本官经手的案子，都要亲自设放。包大人，您现在应该叫我一声国舅了吧？哈，我差点忘了，包大人向来胆大，专斩国舅。包大人不会哪天也把我斩了吧？本官只公正办案。这3年来，我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，不如你教教我。那个姓赵的为什么没有跟我们一起关进来？他放火，我救人，我不但救了他的命，还替他背了黑锅。现在他当了我的姐夫，一句大赦天下就把我给放了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公正？我回答不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同你一样困惑。哼，你把我关进大牢里，你就不困惑了吗？不困惑。为什么？因为关你进大牢是我能做到的公正。好，包大人，我送你一句话，请讲。以后不要以卵击石。张公子可知这以卵击石出自何处？不知道。曾经一个算命的对墨子说：“根据我的推算，今天北方既见黑色，而你的脸色比较黑，今天出行往北一定很不利。”墨子却回敬算命先生说：“你所说的是谬论，而我所说的是真理。你想用谬论来否定真理，等于是以卵击石。”包大人的脸可比墨子黑多了。我保证脸黑心不黑。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我们换一个亮堂的地方看书去。是。张公子，知书方能识礼，不如我也送你一句话。说。好自为之。谢包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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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包大人。包大人，设放可还顺利？您名册上圈过的都已经放了，不过有一个老头他不肯走。不走？为什么不走？大人，这个老头赖着不走，非说是王大哥和马二哥找他们来顶罪的，得讨回个公道。我们也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名堂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顶什么罪啊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大人，我们也不相信，可是那老头赖着就是不走。包大人，这种泼皮无赖在大牢里那是见怪不怪啊！您不用操心，我和王朝去处理。处理这种事情，两位大哥自然比包大人在行啊。就是，比我们更在行。少爷，按理说，老爷今儿也知道咱们出来，怎么也不派个马车来接咱呢？少爷，干脆咱俩走回去吧。哼，咱们不回去了。不回去了？那去哪儿啊？哪儿读书人多，咱们就去哪儿。读书人？书院？书院？书院里都是一帮穷酸的臭书生，小爷才不跟他们打交道呢。唉，不去书院又不穷酸。听雨楼？听雨楼？那是个什么地方？饮酒作诗，有钱的文人雅士都去那儿。哎，走走走，别在这儿坐着。唉，少爷，走吧，撵咱们了。把包袱给我。我不回去了，我不会这么窝窝囊囊的回去，让他也别来找我。你不回去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哼，我要干一番大事情。风筝，来看一下了。来风筝。灯笼。不要。本店只收现银。它可比银子值钱多了。
遇倒是块好遇。那你是想吃酒品茶，还是想百言听曲啊？住店。住店？住店不去客栈，来我这儿干什么？你这里风雅呀。要住几日啊？没日子。本店只接待读书人。我就是读书人。你？哼，不像。我哪儿不像了？你哪儿都不像。行了，慢走，不送。还真是个读书人啊！哦，好，我看走眼了，对我得罪了。你为什么要盯着我看啊？我怎么看？你也不像个掌柜的呀。既然是个读书人，那就要守读书人的本分。住在我这儿可以，我要跟你约法3章。哪3章？第一，不许打女人；第二，不许骂女人；第三，不许调戏女人。否则呢？咱们从端县到开封府，香火钱、药钱、送子观音的钱，和看郎中的钱，把他们融化了，都能做一个银孩子了。你说你这肚子怎么还是瘪的呢？嫂嫂，以后咱们别再花冤枉银子了。我这是心疼银子吗？当初我强迫3黑娶了你，可你这肚子怎么就不给嫂嫂争气呢？到头来啊，3黑一定会抱怨我。哎，罢了，庙还得拜，郎中也得看，我就不信你这肚子生不出个孩子来。嫂嫂，要不咱再给3黑纳个妾吧？嫂嫂，雨柔小姐还没嫁人吧？雨柔小姐要是愿意为包家添香火，我可以做妾，我伺候她和3黑。那不委屈你了？不委屈。哎，小姐，有人找您。端午，雨柔姐姐，快请坐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来看看你。这个是我在家蒸的糯米糕，这个是我炖的糖水，还有这个是3黑最爱吃的江米条。等等，你这特意给我送过来，是不是找我有事啊？我想求你帮个忙。哎，可千万别说求。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，我一定帮你。你能做到？什么忙啊？要我帮？生孩子。生孩子？端午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又不是郎中，更不是送子观音，我怎么帮你生孩子呀？你能？我能什么？我不能生，你能生。端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孝有3，无后为大。包家不能没有后，你嫁过来，给包家生个孩子。端午，这些话是不是嫂嫂让你说的？如果你能给包家续香火，你做妻，我做妾。啊，如果你不愿意端午做妾，那端午就当佣人，伺候你跟3黑。如果你还是不愿意，那端午就搬出去。端午，是不是嫂嫂逼你过来的？啊，没有，嫂嫂对端午可好了。这些年为了瞧郎中花了好多银子，她一点都不心疼，去庙里也是大方。你别说了，一定是嫂嫂拿生孩子的事情逼你。不是嫂嫂，就是嫂嫂，太过分了，太不公平了。不行，我带你去评理去，走。啊，你
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死之前来看看你。您病了，严不严重啊？有没有乔郎中啊？我是要被你气死！你不愿在家待，我依你；你不愿意成亲，我也依你。哼，你倒厉害！哼，开这么个青楼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？谁跟您说我这是青楼？这就是青楼。哦，爹，您很熟悉嘛？是不是以前来过？我是开封府尹，什么不知道？您是前任开封府尹。哼，换做以前，一定是把我这里给查封了，然后再找几个人把我押回去。不过现在嘛，要不我找2个姑娘给您弹个曲儿？哎，老板换了啊，规矩改了，概不赊账。哎，我到开封府告你去。告，赶紧去告去！告赢了，我请您听曲儿。你走了，端午，走。雨柔。哎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包大人，那老家伙得理不让人，你怎么能答应他呢？把他轰走不就完了吗？开封府是个讲理的地方，由不得你们想抓就抓，想放就放。可他明摆着就是在讹咱们，他们全家人的命凑在一块都值不了200两，我们上哪弄那么多银子赔给他呀？是你们先讹人家的，你们自己去想办法。包大人，当初是尹大人让我们这么干的，案子棘手，他抓不到真凶，让我们俩抓个假的去顶罪。你不能把屎盆子都扣我们哥俩头上吧？尹大人让你们杀人放火，你们也干？你让我们杀人放火，我们照样干。是尹大人让你们干的，你们就去找尹大人要银子去。哎，别跟着我。嘿，我说这咋办？老板，哎呀，雨柔姑娘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，三黑还没回来呢。我不找他，我来找你。哎呀，这提亲的事儿应该让你爹来，哪有姑娘家自己找来的？谁跟你说我是来提亲的？我是来算账的。啊，雨柔姐姐，你算什么账啊？当初我想嫁给包拯，你不愿意，你说端午才是他需要的那个人。可是端午现在生不出孩子来了，他就不是包拯需要的那个人了吗？而且你要我嫁进来我就嫁进来，这公平吗？这对端午公平吗？好，那嫂嫂就给你算算这笔账。三黑喜欢你，你喜欢三黑，当初我愣是不让你们成亲，这对你们公平吗？不公平。端午一直伺候三黑，因为他生不出孩子，所以我让三黑休了他，这对他公平吗？更不公平。是啊，现在我让你们俩成亲，又不用端午生孩子，他作为妾室伺候三黑，这不都公平了吗？你想想，公不公平？不公平。端午不愿意，端午受了委屈，那就是不公平。端午，你说。雨柔姐姐，我愿意，我一点都不委屈。雨柔姑娘，哎，是嫂嫂不对，当初耽误了你们的姻缘。嫂嫂这不想补救吗？你不就是想延续香火吗？哎呀，延续香火是没错。你想想，等你俩成了亲，3年5载的，再生几个孩子，这院子就不会冷清了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那你们三黑呢？哎呀，那个呆子不管他，以前他听我的，现在他还得听我的。我先回去了。您看，成了。爹，您找我？你怎么才回来？皇上和我商量，让皇后回家看看。哼，他倒是没把你当外人。爹，我哥呢？牢里呢？在牢里，他没回来。
我也不知道包拯到底在搞什么花样。皇上下旨大赦天下，我哥也在其内。包拯就是再不通世故，也不能抗旨不遵呢。你回来的正好，你去趟开封府问个究竟。要是那个包黑子敢擅自扣人，你就警告他一下，让他立刻乖乖的把人给我送回来。主人，主人，张东回来了，说雍二少爷不回来了。老爷，公子说，少爷说他要住在听雨楼。听雨楼，那不是刘父当年的杀猪场吗？他住那儿干什么？少爷听说听雨楼是读书人饮酒作诗的地方，雅致。说要住在听雨楼读书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叫他给我滚回来！少爷说他不想窝窝囊囊的回来。哦，还说让您别去找他。老爷，小的多句嘴，少爷真的变了。这3年在牢里天天读书，还写了好多诗赋呢。你跟你们少爷说，叫他乖乖的给我滚回来，要不然这辈子就别踏入这个大门。老爷，少爷让我回来，取点银子。滚！是。爹，您还不了解我哥吗？您这么说，他肯定是不会回来的。哼，我就是不这么说，他也不会回来，爱回来不回来。听雨楼，他住那儿干什么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少爷，您这首诗写的实在是太好了，连我这不懂诗的人，我听了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呀。这首和以前的比怎么样啊？那跟以前的比，这首诗那都通通不值一提。这是李白写的。李白写的？不是少爷，这是您的字。不学无术，无可救药。没事多跟小爷学学，多看看书。我再给你念一首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少爷，我知道，这首诗不是你写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这是首儿歌。你再听一首。好，少爷你说。鹅。你们两个不为新主子好好当差，跑我这儿来干什么？大人，您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作家。作家？干什么呀？加自己呀。加自己？老夫要研制一种能锁住别人，但锁不住自己的家。明白了，大人是怕自己再被关进大牢里，不求别人。你俩有什么事儿？大人，在包黑子手下做差，不如在您手下做差舒服，又苦又累，而且还没有时间过来看您。我们今天是特意抽出空来看看您，看看您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到底什么事儿？快说。哥，你说。大人，这包黑子呀，让我们来向您讨银子。讨什么银子？
皇上大赦天下，开封府大牢清仓，有个老犯人不肯走，包黑子知道了这是您手里的冤假错案，让您赔偿他这些年做冤狱的银子。有这种事儿？哎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大人，您当府尹这么多年，咱碰上这些棘手的案子，不都这么干的吗？对呀，您怎么能不记得呢？保长要讨多少银子？500两。啊？大人，这包黑子起初要1000两，我俩再三求情，降到500两。对，没有。大人，您不能没有啊！您要没有，我们俩怎么办呀？关你们俩何事？讨不到银子，我们俩的饭碗就丢了。对呀，真的，真的。唉，回去告诉保长。哎，银子没有，老命有一条。走吧。哎，站住！大人，给老夫把枷锁打开。您要去拿银子？你们两个混账，想骗老夫的银子，那是做梦。大人，您慢慢研究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回来，给我把枷锁打开。这两个混账！500两，你心也太黑了吧？你怎么还多要300两？哥，我要不先开口，你张嘴就得要1000两。尹大人曾经对咱们不薄，做人得讲良心。假慈悲那样，现在1两也没要着，怎么办？他不给，咱找小姐要去。您真要告女儿？对，我要告我的女儿尹雨柔，忤逆不孝，不嫁人不说，还开了个青楼，她是要气死老夫啊！您稍等，尹前辈，不嫁人好像不犯法，开青楼，听雨楼那个地方我知道，早就不是青楼了，现在就是个吃饭听曲的地方。至于忤逆不孝，故意要气死你，法典上有，是重罪，要流放的。您仔细说说他怎么顶撞您的，我给您做主。哎，行了，不用替老夫查这些，老夫比你清楚。坐。哦，保长，我听说你让王朝马汉找我要500两银子。500两？不是500两，是200两。这两个混蛋，不管多少两，你还真敢找我要银子？你找我算账，我还找你算账呢，包拯，你欠我们尹家一大笔账，你欠我一个人。欠你一个人？什么人？姑爷。这些年雨柔是不是因为你不再嫁人？你欠我一个姑爷。我到哪儿去找个姑爷赔给您？你自己呀！胡闹！尹大人，您忘了您当年了吗？当初不让雨柔嫁给我的是您，现在让我娶她的也是您。您当这开封府是什么地方？您当我包拯是什么人？这开封府以前是老夫的地方，你是老夫的继任。包拯，想当初我不同意你们的婚事，那不是怕刘娥报复吗？现在刘娥没了，你又是开封府尹，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娶了她，我就不用担心她在外面闯祸了。尹大人，我已娶妻在先，现在是有家室的人。这个我不计较。哎，雨柔也不计较，你让她随你入包府做小的，我同意。老夫愿意拿出半生的积蓄，作为她入你府的嫁妆。尹大人，包某不是贪财好色之人，包拯恕难从命。你看，你这人，老夫好歹对你也是有知遇之恩的。
前辈自便，晚上还有事情要办。是辈。哼，哎，包长，包长。三黑，你回来了。嫂嫂歇息了。歇息了。你怎么还没睡？我在等你，我特意给你熬了鸡汤，趁热喝了。你有话要跟我说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眼睛告诉我了。我的眼睛告诉你我想说什么了吗？你很愧疚。嫂嫂又带你去烧香拜佛看郎中了。我又让嫂嫂失望了。三黑，你失望吗？端午，种瓜不一定要得瓜，种豆也是一样，农夫也有撒下种子颗粒无收的时候，这是天意，不是你的错。是我的错。不能下蛋的母鸡，不是好母鸡。你不是母鸡，你是人。不能给自己男人生孩子的女人，不是好女人。三黑，你想有自己的孩子吗？你把雨柔小姐娶回家，让她为包家延续香火。包家有了后，嫂嫂不用愁了，你也不用愁了，端午也就不愁了。雨柔小姐至今还没有嫁人，一定是没有遇到她想嫁的人。她和她爹一定也发愁，你把她娶回来，她和她爹就不愁了，咱们皆大欢喜。端午，你为什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？这个主意不好吗？不好。我觉得好。要不是当时嫂嫂不同意，你该娶的是雨柔小姐。我知道你这些年不快乐，你不快乐，我就不快乐。但是端午，你不该这样委屈自己。我不委屈，你不答应我，我才会委屈。尹雨柔，尹雨柔，当年在泸州，你爹告诉我，因为我杀了刘父，所以娶了你，两家都要遭殃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怕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打定主意好好求嫂嫂，让她答应我们的亲事。但是回家以后，我看见什么了？是你的一封信，连人都没有见到，只有一封信。那是因为当时你嫂嫂她有缘无分，我认了。我娶了端午。她就是我的妻子，我要对她负责。如今刘太后没了，端午又没孩子，你就要我娶你做妻，让端午做妾，我怎么对得起端午？我没有啊。你没有？你没有的话，你爹怎么会到开封府来找我？如果不是你，端午怎么会告诉我你答应嫁入我们包家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这些都是我做的，怎么样？我永远都不会娶你。那我就一辈子缠着你。我不管你去哪，我都跟着你。所以你休想躲开我，我就是要缠着你，我就是要缠着你。你走开，走开，走！张公子仗义坦荡，大胆敢为，但多败于时运不济，造化弄人，尤其提防牢狱之灾。如遇到是非之事，能躲则躲。太对了。我问你仕途呢？
说呀。张公子理应大富大贵，衣食无忧，但命运线分叉太多，旁生诸多枝节。什么意思？尤其是这一条，日后一旦踏入一步，理当别有一番天地。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吃酒吃酒。你这个人不但诗写得好，还懂麻衣相术。你这个朋友小爷交定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几天都在看你写的诗赋，不如今天小爷爷做一首诗，让姑娘们谱曲吟唱，为你今晚摆的这桌酒助助兴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姐，你咋哭了？你是不是也被人欺负了？哎呀，我就打了个哈欠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也被人欺负了？怎么了？小姐，你这缺人不？干啥都行，不快这差事实在是没法干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人家当差是为了安身立命，我们哥俩赔本赚吆喝不说，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。谁敢要二位叔叔的性命？小姐，您是我们看着长大的。对呀，从小就特别心疼您，还教你了一身好功夫。可我俩现在被人欺负了，只能来找您了。都快急死我了！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赶紧告诉我呀！老家的凤凰不如鸡呀，谁都敢欺负。你们赶紧说，到底怎么了？那我可说了啊！快说快说！包黑子要把你爹和我们往绝路上逼呢。这个包黑子欺人太甚！你怎么又来了？借银子。借银子？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没闹，本小姐就是来找你借银子的。你要借多少？我去跟嫂嫂说。1000两。1000两，那么多，做什么用？救我爹。尹大人怎么了？落了难的凤凰，被鸡给欺负了。王朝马汉找你借银子了？我问你，这么多年，我爹对你有没有知遇之恩？有。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二位叔叔有没有对你鼎力相助？有。道理你都懂，可是你现在发达了，不但不知恩图报，反而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，逼得我爹一个人在家自带木枷。我的二位叔叔却要去寻短见。不是我逼他们，是他们逼那个无辜的人做了冤狱，难道不该给他赔偿？该赔偿，1000两太少了。是这个1000两，我让他们赔200两，怎么又成1000两了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借1000两银子，凑齐了到我家来找我。皇上，皇上，上钩了！皇上，皇上，鱼上钩了。怎么又上钩了？皇上，你看，这条鱼个儿大。才一会儿的功夫，桶就装满了。这些鱼是饿死鬼投胎吗？皇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奴才们知道先皇喜欢钓鱼，所以这池子里都是些草鱼和扁鱼。这2种鱼啊，肚大贪吃，又喜欢结队抢食，所以特别容易上钩。朕钓鱼是陶冶情操，不是让你们哄着玩的。朕不钓了，把鱼倒进去。是。
金玉其表，败絮其中。皇上还在为国库空虚的事忧心，何止是忧心？延州一战，虽是击退了夏军，但也打光了银子。这几天的折子，没有一个不是向朕催银子的。军费、官俸、灾款，年年水涨船高。朕已经把和你姐姐结婚的银子缩减了一大半，可还是填不满一个省的空缺。我大宋的江山和这池塘有什么分别呢？冗官、冗兵，泛滥成灾，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。他们除了张大嘴要食，就会去搅浑水。朕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罢免，换个满池清净。怕就怕，这鱼还未净，皇上就先一步溺水了。恕臣斗胆直言，皇上现在水性尚浅，还不足以鱼死网破。难道要朕坐以待毙吗？未必。你有何高见？春闱在即，皇上何不在这个鱼塘里撒些有用的鱼种？待它们长大了以后，替皇上扫清道路。春闱，你指的是科举？正是。那是为了你爹和王延龄养的清道夫。皇上，要是换了养鱼的人呢？换谁？范仲淹。朕找二位来，是因为整个朝廷只有二位没有私心，马上就要科举了。这是朕做皇帝以来第一次科举会试，如何才能为我大宋招纳良才？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皇上，我朝科举是沿袭前朝风气，以诗赋取材，考生们不得不挖空心思研究音律、词藻、典故，而忽略了经世之道。臣以为治国应讲求经世致用，唯有策论优秀者，方可着以高地。重策论，轻诗赋。要想使天下安定，必须让你的臣民吃饱肚子。百姓们需要的是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的父母官，不是只会吟诗作赋的才俊。重策论，轻诗赋，就能为我大宋招纳良才吗？能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范大人的主张若没有完善的科举制度，难以公平举贤。徇私舞弊如何招得来贤才良臣？臣认为，除了范大人的主张，还有更重要的。什么？公平。怎么个公平？首先要糊名，考试结束后，考生的姓名、籍贯、家世等内容要密封起来，以防考官收取贿赂后以名取士。密封姓名，笔记和记号也能作弊。考生的试卷可由誊录官抄写后进行评阅，以防考官根据笔记或者是事先商量好的记号辨认考卷。如若誊录官也受了贿，调换试卷或改写试卷呢？可再设对读官，专门负责校对评阅后的内容与原卷是否出入。如若如此，不如干脆所愿。主考官员一经任命，直到考试结束之前，都要住在贡院之内，杜绝与外界的联系，禁止一切闲杂人等入内，将漏题和行贿扼杀在萌芽之中。好，防患于未然，妙。不妙。哪里不妙？欲变革科举，若不能从根本上去除顽疾，一切都是空谈。什么顽疾？投门生，结党营私。如何消除顽疾？制定律法，权臣举荐的官员失职无能、贪赃枉法，追究举荐人的责任。范爱卿，臣在。你来主持科举，为朕招纳良才。臣接旨。包爱卿，臣在。你来起草律法，为朕消除顽疾。臣遵旨。
三叔，怎么跟猫似的，没一点动静？来，过来帮三叔瞧瞧。哎，我这右眼闭上了没有啊？没有。知道的，你是在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；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抽羊角风呢。就要科考了，书读得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那还不快去读书？三叔，求您帮个忙呗。什么事情？听说今年主持科举的是范仲淹范大人，他不是您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听说这一次是重策论，轻诗赋，不知是重什么策论？您帮我问问呗。三叔，不是我不用功读书，也不是想走什么歪门邪道，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苦读诗赋，范大人他说变就变，我这么多年来不是白辛苦了吗？你觉得三叔会帮你去问吗？即便三叔真去问了，范大人也不会说。正是这样，我们俩才能成为好朋友。臭味相投，跟您做一家人真是倒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您这辈子都练不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干脆啊，让我娘给您缝个眼罩戴上得了。天地压，万物浊，圣人发。等一下，这怎么听着耳熟啊？回皇上，出自《荀子·伦理》，原本是“天地合而万物生”。这考生把“合”字改成了“鸭”字，把“生”字改成了“浊”字。这后面的“圣人发”应该是考生借题发挥的。哼，这种哗众取宠的考卷，也敢拿来举荐？王宰相，恕臣愚见，臣倒以为这考生措辞大胆，精辟求新。就拿这“浊”字来说，一字双关，既蕴含了植物新生的样子，又有壮盛壮健之意。天地交合，万物茂盛，难道圣人就自己长出来了吗？重这三皇五帝，尧舜禹周，看似浮华淫巧，实乃迂阔荒诞。既然要以策论取士，何不多一些真知灼见？此文通篇论及万物本源，答非所问，与现实是风马牛而不相及。如果任由此种学风增长，岂不把天下学子引入歧途？各位爱卿，都倦了吧？今天就读到这儿吧。传旨下去，让主考官们以后阅卷谨慎，杜绝此类文风，滥竽充数。臣遵旨。且慢，皇上，科举乃江山社稷头等大事。皇上既然发现阅卷的考官出了问题，那臣建议把他们统统罢免掉。王宰相言重了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
那皇上的意思就是范大人的改革出了问题？朕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奇怪了，阅卷的和改革的都没问题，难道问题出在天下学子身上？那皇上的意思是，我堂堂大宋连个栋梁之才都没有吗？有。有什么？皇上，王大人，据臣所知，在武举的考生中，有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武举？哎呀，别跟着我了，跟你说不行就是不行，别再来烦我了。不是，我出双倍的银子。你出多少倍银子都没用，姑娘们不想唱你的诗赋。他们那些酸词烂调的天天唱，我的诗句句发自肺腑，他们凭什么不唱？因为你的肺腑太肮脏。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。我出3倍银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真是。那我就勉强答应你吧。我去跟如烟还有柳絮商量一下。先说好了，如果他们2个都不愿意，那我可就真没办法了。他们俩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俩唱我的诗。整个天宇楼就他们俩不识字，我还得去碰碰运气呢，看他们愿不愿意。他们愿意，他们愿意，我还不愿意呢。小爷我自己唱。故君有统理天下之权，而实为天下所受。人君所经其事，皆因天道。就是为了让考生能够把百姓放在首位，为国之担忧分愁，为黎民百姓出谋划策。而这个试卷中处处讨论的是君权制。正所谓，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那天子岂不是天下第一大管家了？不是管家，是东家。怎么讲？民以食为天，天下好比是个大饭庄，吾皇是东家，臣子们分别为掌柜的、账房、厨子，乃至杂役，百姓们则是食客。食客们食好了，那么饭庄就会久盛不衰。那食客不给钱呢？法办。江山都变成大饭庄了，拿什么法办？二位大人何必争执？文人治武，武人安邦。这篇文章是出自武人之笔。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理应独尊王道，唯命是从，岂能受百姓的意志所左右？张爱卿言之有理，武举也有此等人才，着实让人刮目相看。那位考生是谁啊？考卷早已密封，在揭榜之前，还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。范爱卿，朕可不可以先睹为快？皇上，密封是为了防小人，不是为了防皇上。好，那朕就先睹为快。皇上，有何不妥？你自己看。是你哥吗？不是，皇上，我哥从小不学无术，以他的头脑写不出如此漂亮的文章，也写不出如此漂亮的字。
远看泰山黑乎乎，上面细来下边粗，有朝一日倒过来，下边细来上边粗。好事，好，好，怎么样？小爷新做的，怎么样？张公子可知诗分为2种？哪2种？第一种是写给自己的，另外一种是写给别人的。那我属于哪种呢？你是属于第1种。什么意思？不娇念，不做作，有酒到酣处，自斟自饮。嗨，还是你懂我。来，再吃一杯。皇上，臣查了5科会试名册，张子雍是枢密使张大人的儿子。范大人，您确定没有错？确定。枢密使张大人家真是藏龙卧虎啊！真想不到他家里还藏了一个文武双全之才。皇上，包拯曾经跟臣说过，张子雍在开封府大牢里3年，把牢房当成书房，苦读诗书1年。范仲淹，你也算是个读书人，10年寒窗也未必就能考出一个秀才。哼，本相真想不出他是何等的聪慧过人。皇上，您相信吗？皇上，若真是我哥，那一定是有人泄题。皇上，此次科举改革，全大宋除了考官以外，还有4个人预知考题都不在所愿之列，除了臣、皇上、枢密使张大人，还有本相。哼，如果说本相把题目泄露给了张子雍，诸位相信吗？别说你们不相信，连本相自己也不相信。朝廷有恩荫，张国丈也不想多此一举吧。如果说考题已经泄露了，那么这4个人当中最具嫌疑的就是你范仲淹。王宰相，科举变革是范大人亲力执掌的，搬石头砸自己脚，不会太过愚蠢吗？掌权者监守自盗那是常有的事情，在案子没有查清之前，范仲淹是很难脱干系。皇上，照惯例，3天以后就要接榜了。如果案子还没有查清楚的话，皇上您就得认了这个武状元。朕是很欣赏范爱卿科举变革的方法，但此事，范爱卿确实负有责任。先将范爱卿收监，3日后再论处。皇上，清者自清，臣甘愿接受监禁。包大人，包大人被抓了。啊？什么包大人被抓了？是范大人被抓了啊！对，关在了大理寺。我们得到消息，马上跑来报信。为何要抓范大人？包大人，请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多谢段大人。范大人，包大人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科举考试出了问题，枢密使张大人的儿子涉嫌舞弊。张子雍，他也参加科考？非但如此，还考上了状元。什么？哎，我思来想去，从所愿到阅卷，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，只有一种可能性。难道是张大人跟王宰相泄露了考题？他们要想陷害范某，
没必要把张子庸推到风口浪尖上。范某道认为不是他们，问题应该出在所愿后的环节。可考卷一旦密封，考生的身份便无从得知，即便是手眼通天之人，也绝难在此后的环节做手脚。可密封前有一个空子可钻。替考。对，在考试期间，考生甘愿替考，甘愿为他人做嫁衣，而监考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并非难事。要想查清此事，必须找到张子庸以前的笔记，与试卷一对便知。不用找了，张子庸的笔记我见过。那太好了，试卷现在在皇上那儿，就劳烦包大人速速进宫禀明皇上。范大人放心，包拯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告辞。包大人，我正要去开封府找你。什么事？皇上有要事找你相商。我也正要去见皇上。包拯，可有头绪？臣还不清楚，但臣可以确定，这绝不是张子庸所写。何以见得？张子庸服刑期间，在开封府大牢的墙上写满了歪诗，臣早就见识过他的笔记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张子庸找了替考？没错，臣来之前跟范大人达成了共识，除了替考，其他环节不会有纰漏。朕给你3天时间，查出真相，找出那个替考。3天？还有3天就要接榜了。如果找不到那个替考，朕就要认了那个张子庸当状元。张子庸可以找替考，全天下几十乃至几百人都会滥竽充数。这些人一旦入朝为官，贪赃枉法不说，他们子子孙孙的后代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你爹擦剑呀。我哥考上状元了。不是还没到接榜的日子吗？皇上钦点的。皇上疯了？是我哥疯了。皇上一命包拯彻查此事了。他要查什么呀？舞弊。是您干的。干什么了？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？我让你给我说糊涂了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我不是你哥，还没傻到挖一个坑把自己给埋了。那您一点也不吃惊？你哥做什么事情我会吃惊？可朝廷有恩荫，我哥这么做又是何苦呢？哼！你爹这辈子有3件事情想不明白。第一件是先皇赐我的这把尚方宝剑，为什么没开刃？第2件呢？就是你哥，到底是不是我亲儿子？第3件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爹？1、2、3。
别乱动，转过身来。副将军，你是宰相府的那个门客？在下展无为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哼哼，我还想问你到这儿干嘛呢？哦，我想咱们俩都是来杀主考官的。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副将军为何迟迟不动手？哼，我在数女人呢。数女人？刚才进去了10位姑娘，主考官精力旺盛的很呐。哼，看来他今晚要做个风流鬼了。咱们俩虽然是各为其主，但也算是殊途同归，何不联手？杀他还用联手？一人杀一次，各自回去交差。也罢，合情合理。嗯。这包黑子，有日子没给咱俩好脸了。他不会把咱俩给辞了吧？那倒不至于。有雨柔小姐的面子，他不敢辞咱俩。不过这包黑子心眼小，为那200两银子，搞不好要记恨咱一辈子。他不贪不拿的，平时也没人孝敬他。这200两确实够他一呛。要不，咱俩去凑凑，还给他？咱俩到哪儿凑去啊？这包黑子看咱俩跟看贼似的，什么迹象都断了。再这么下去，酒钱都没了。还凑去？谁啊？王朝马汉，跟我去主考官家办差。哎，来了！包大人，好像出什么事了。包大人稍后，我们先去看看。我们先去。出什么事了？你们是官府的？我们是开封府的，这位是府尹包大人。你们来的正好，出人命了！带我去看。包大人，请。包大人，老爷每隔几日就要寻欢作乐一番，今晚正巧来了兴致，就让下人把花满楼的头牌全都请到了府里。谁成想，就在半个时辰之前，这屋里突然传出了声声惨叫。下人们过来一看，人全都死了。没见凶手？凶手早没影了。包大人，怎么样？这些人死的都十分蹊跷。哪里蹊跷？首先可以断定，凶手是2个人。为什么？这些尸体一半死于剑下，一半死于刀下。如果不是巧合，一定是2个凶手商量好，一人杀一半。咽喉处的伤口有半寸，明显是被刀划伤的；胸口是剑刺入，伤口有1寸半，刀伤略带弧度，刚好与阔刀的形状及宽度吻合。咽喉跟心脏都是要害，刺入一处足以毙命。凶手为何杀他2次？这个我也没有想明白。学生刺的心脏，副将军割的咽喉。张德林果然不干净，居然先老夫一步。看来张子荣这次是站在他爹这边了。那倒也未必，说不定他想左右逢源，想2全其美。按张德林的性子，他现在肯定在考虑要替他儿子灭口，一定要抢在他的前面找到那个替考者。学生冒昧问一句，既然张德林要灭口，何不干脆借他之手？老夫想要活的，活的。我教了你多少次了？3分天下凭的是本钱，皇上是天子，天子就是本钱。张德林是国丈，手握兵权，再加上2个儿子1个皇后，我这个宰相只有你1个人。可你是一把剑，老夫还要的是一杆笔。可是您不是攥着
文武百官的笔吗？那些笔已经破旧了，不值钱了。老夫想要的是皇上想要的那杆笔。学生明白了，只是这茫茫人海，学生实在不知道去哪儿找那杆笔。你不该问我，你该问包拯。明白。这是一些碎银子，乃身外之物。恭敬不如从命。你怎么来了？楼下有人找你。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不过来者不善，自己下去看看吧。哎，少爷，我去看看。一起去，我去去就回，你自便。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们？少爷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让老爷来找我。我说了呀。爹，你要干嘛？把他们2个押回府去。是。都别动。我自己走。放出去！老爷，放出去！说，快点放我出去！谁替他考的？少爷自己考的。放屁！他自己能考出个状元来？要打冲我来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张东，快点！今天你要再敢包庇他，我就在这儿活活打死你！你打死我吧！老爷，住手！你没事吧？一个破柴房就想关住我，下次记得关窗户。爹，你别白费功夫了。张东跟我一样，都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有什么话，咱们屋里说去。问吧。不问是吧？不问我走了。站住！你爹是枢密使，你姐姐是当今的皇后，就算皇上再裁减阴补，也裁不到你的头上。你为何胡闹？参加什么武举考试？我从小就在您的树荫底下长大，现在又让我在那个姓赵的树荫底下活着，我不乐意。我要凭自己的本事活出我自己。你的本事？舞弊就是你的本事吗？我也不想舞弊，我是被逼的。谁逼你的？我在大牢里苦读了3年的师傅，你们说改就改，改什么考策论？我3年的功夫白花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我不舞弊，我怎么办？那你也不能给我舞出一个状元呐！我哪想到他能替我考出个状元来啊！真倒霉！你刚刚出大牢，就给我惹这么大一祸，你还不如在里面待着呢。爹，我姐能当上皇后，您能当上国丈，咱们张家能有今天的局面，还不是当年的一把火烧出来的？你放屁！好，我放屁。您放心，我惹的祸我自己处置，绝不连累您。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喏，这里就是他之前住的房间。他什么时候离开的？刚走啊，是被他爹给绑走的。绑走？嗯。他在这里都跟什么人接触？他平时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可能也就写写歪诗。哎，他
他好像跟一个叫韦文清的人走得很近啊。韦文清是个什么人？就是一个酸文人，写的一手好字，诗做的也不错，而且还懂得麻衣橡树。不过这个人啊，在张子雍面前是人模狗样的，可是张子雍一走，他就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他人在何处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说这个张子雍有没有意思啊？一肚子的歪事，还非得逼着我们的姑娘为他吟诗践行。韦文清现在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最后一个问题，能找到韦文清写过的诗吗？你要干嘛？我想对照笔记。估计找不到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去清理房间，他把该带走的全都带走了，就好像没有人住过一样。主考官被灭口，张子雍离开听雨楼，韦文清不知去向，这一定不是巧合。包大人，一定是张子雍买通主考官，让韦文清去替考。事情败露以后，死的死，逃的逃。可上哪儿找这个韦文清呢？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是张子雍，会去哪里找人替考？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当然是我这听雨楼了。来这儿的人非富即贵，很难为五斗米折腰。那也许是张子雍逼他折腰呢。我也这么想过，但从你刚才所说的话来看，张子雍似乎并没有胁迫他，更像是你情我愿。如果是我会选择去书院找，那里的学子满腹经纶，大多都没钱没势，而且年龄跟张子雍相仿。要是找到你这样的学子，可倒了大霉了。我怎么了？虽然是满肚子学问，可是脾气啊又臭又硬，就像一头黑倔驴。我要是他，我找一个学问像你的，但是这脾气啊要像我二位叔叔这样温良，而且呢又懂得变通。包大人，我们去书院打探一下，看最近有没有一个叫韦文清的学子不见了。速去速回，有的话连他的家世背景一起查出来。是。哎，等等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啊？这是去查案，你添什么乱？查案了不起啊？我爹当府尹那会儿，你还是个娃娃呢。本小姐可是查案世家。再说了，我乃哮天猫，这张子雍敢在我的地盘犯案，我要是不去主持公道，这传出去，那江湖的人不得笑掉大牙呀？好，走吧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一会儿到了书院，我们来问你，别说话。凭什么呀？小姐，我们从捕快干到捕头，干了这么多年，别的不敢说，问话可是门学问，问不好会打草惊蛇的。那你们可以教我呀。行啊，哥，怎么了？你看那边是不是着火了？坏了，好像是书院。什么人？不想死就跟我走，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老子有要事在身，没工夫跟你打。由不得你！火太大了，你们等着，我回去叫人。等你把人叫来，认识韦文清的人早就被烧死了。小姐，大火可不长眼，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啊！就是。哎，那两个是什么人？放火的一定是他们两个其中的一个，把他们抓住！哎，小姐，谁放的火呀？咱帮谁呀？两个一起抓，带回去一审不就知道了？拿着。哎。
很熟悉，你是什么人？跟我走。让他们给跑了。书院烧光了，教书先生死里逃生。我们审问了他，但他绝口否认有韦文清这个人。包大人，虽然这把火销毁了证据，但也印证了替考必定出自书院。那个剑客究竟何方神圣？你们联手都打不过他。他用的剑法跟我师父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我师父用的是左手，而他用的是右手。别说我们3个了，就在江湖上，估计也没几个人能打得过他。跟展大侠用同一种剑法？没错，因为我对我师父的剑法垂涎已久，一眼我就看出来了。展大侠收过其他徒弟吗？在这个江湖上，除了我以外，应该没有人敢自称是他徒弟吧？你能否问问展大侠，或许能打探出剑客的来历？哎呦，你不说我都会去问的。等消息吧。火势越烧越猛，学生见此情况，只好先去抓那个放火的人。此时开封府的捕快到了，他们不知该抓谁，就乱打了起来。没露出什么马脚吧？相爷放心。那个人呢？关进私牢去了。他到底替谁干的脏活？各种办法都用尽了，可这人嘴很硬，就是不肯说。再想办法。现在跟我们赛跑的不仅仅是张德林，开封府的介入，证明皇上也在找这个替考，一定要抢在他们的前面。学生明白。大人，张德林张大人到了，说有事要见您。说曹操到，这个时候他凑什么热闹？王大人，你这个热闹，我不想凑也得凑啊。好啊，那你猜这盘棋，黑子的第一步落在了哪里？总不会第一子就落在天元上吧？还真是天元。王大人，我作为一名武将都知道，这第一子落在天元上，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像你这样的高手，怎会出此险棋？我是在赌。出其不意，剑走偏锋，这可是我们武将用的计谋啊！一步险，步步险。老夫好奇的是，我这一步下完以后，他下一步该落在哪儿呢？王大人，我今天来，可不是跟你讨论下棋的。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有些事情，是时候该摊在桌面上说清楚了。何事？我儿子舞弊与我无关，他这般胡闹，把我也搅进这滩浑水里。你我的手下却办了同样的差事，足以证明，咱们俩是深受其害。还希望王大人不要徒生猜忌。张大人不必多心，你儿子想当个官儿，那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吗？我相信张大人不会干出如此愚蠢的事。不过，我倒是想奉劝张大人一句话，请讲。放一次火可以大事化小，可动不动就放火，最后恐怕会烧了自己。
你是张子庸的人。张子庸是谁？不认识。那个韦文清是谁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要放火烧书院？想烧就烧，没有为什么。什么意思？刚才书院起火，张大人不知道？哼，当然知道。舞弊罪虽是重罪，但是光凭这一条罪，华生他还真不能把令公子怎么样。如果令公子一味的节外生枝，那以后就不好收场了。查案靠的是线索，任由令公子在外面惹是生非，反而会露出马脚。与其越抹越黑，还不如彻底断了隐患，给包拯来个灯下黑。灯下黑？他长大了，我管不了他。长大的何止是他一个人呢？我本想过几天安稳的日子，可没曾想，又要重新洗牌了。我只会用剑来杀人。这个我还真不会用。你会吗？你不用吓唬小爷，小爷就是死，也不会出卖朋友。爹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等张东呢。他人呢？不知道。爹，您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呀？这大半夜的，您去哪儿了？把他给我绑了。是。绑我干嘛？今天不绑你，明天你放火烧的就是这个家。张大人，你们这是？我要告状。告谁的状？状告我儿子。告他什么？科考舞弊。爹，我跟您势不两立。闭嘴！张大人，公堂之上，不开玩笑。我跟你没那交情，还希望包府尹能够秉公执法。张大人可有证据？这个逆子亲口跟我说的。口说无凭，可有物证？来人！这是他的笔记，包府尹一看便知。既然如此，王朝马汉在，将张子庸关入大牢，择日再审。是。小爷我还要住原来那间牢房。张公子，这间已经有人住了，包大人吩咐让您住隔壁那间。为什么？那间墙面是空的。去，给我找点写字的东西来。包大人吩咐过了，一会儿就给您送到。哎。
两位大人，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。饿了啊，饿着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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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开门啊！快开门啊，师傅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师傅，师傅，你要再不开门，我把你房子给你烧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快开门呐！哎呀！师傅，师傅，你快救我！我把我自己点着了！师傅，你还真泼我呀！饿几天了？2天。他们为什么饿着你？他们说我故意犯案，想来牢里蹭吃蹭喝。牢里的饭有什么可蹭吃蹭喝的？犯什么事儿了？调戏民女。切，活该饿着，饿死你都不亏。幸亏大爷行好，不然我真的就饿死了。我之前看这满墙画的跟烧饼一样。什么？这满墙的诗你都看过？诗？哪有诗？当然是诗了。看过看过。写的如何？不堪入目。嘿，怎么就不堪入目了？这写的多好啊！这个。大爷您别生气，您要是想谈诗论赋，以后顿顿给我吃的，我顿顿跟您聊。